近刘诗诗的造型引发了广泛关注，网友发现刘诗诗的妆容日渐黑化，追求艳丽，装饰更加年轻，从清冷小白花直接转化成网红风，眼神也开始凌厉。不久前的一组多仙妆造型被戏称牛骨露式，网友们开始猜想她是否因为疲惫老态严重，只能把妆化得越来越浓。刘诗诗明明不是85花里拍戏最多的，也不上综艺，也不间接商演，为什么她如此疲惫？刘诗诗从小拿的就是仙气飘飘的白月光剧本。她出生于北京，是一个曲艺世家，祖父是著名的西河大鼓演员、曲艺作家。小时候被爷爷带去学评书，对方是评书名家袁阔成，结果爷爷最终觉得女孩子学这门手艺太艰辛，就改为学舞蹈。母亲喜欢芭蕾，于是6岁的刘诗诗进了中央芭蕾舞团业余舞蹈学校，并在15岁时顺利考入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系。大3时，刘诗诗拍了第一部影视作品《月影风荷》，在剧中饰演了单纯天真、身世坎坷的女主角叶风荷，正式踏入影视行业。至此，《聊斋奇女子》里的新14娘清新脱俗、温柔高贵，被称为史上最像仙女的狐妖；《射雕英雄传》里的穆念慈清丽倔强，一杆长枪耍得干净利落；《仙剑奇侠传3》中龙葵乖巧软萌，红葵干练美艳。刘诗诗因此有了最像刘亦菲的仙剑女神的称号。步步惊心里，刘诗诗完美呈现了若曦从最初的古灵精怪到多愁善感到油尽灯枯，直眉起舞的那一幕是观众心中经典的白月光片段，过目难忘。早年的刘诗诗是天选的古偶大女主，自带清冷优雅、超凡脱俗的氛围感。在喧哗的娱乐圈中，她总是温和低调，不争不抢。别人处心积虑争名夺利的时刻，刘诗诗永远一张世外桃花源的脸，盛开却静谧。作品数量不算多，且因为极少参加综艺节目等，一直被认为是人淡如菊的代名词。不紧不慢，从容不迫，活得像个圈外人。和吴奇隆的婚姻，多年来一直被网友称颂是嫁给爱情。十一聘礼300万婚纱，1200万婚戒，因为一场没有预算的豪华婚礼，刘诗诗被赞成为阔太，嫁给爱情。婚礼上，吴奇隆眼含热泪说的那段婚礼誓词被列入名场面。我也不止一次埋怨过老天，我老对他说，你对我不好，你让我经历过很多奇怪的磨难，遇到很多不开心的事，但我现在知道他把最好的留给我。一句我会听话的，更是表足了忠心，撒足了狗粮。婚后，刘诗诗将人淡如菊诠释出了新的巅峰，顶着被霸总狂宠的剧本，沦为娱乐圈失踪人口。平均1年1部戏，1个月只工作1天的事情，被粉丝多次吐槽形成。偶尔会更新工作中的美图，评论区还是一片崔进组的声音，甚至有个别粉丝气愤到常年发帖让他退圈。粉丝总在催促刘诗诗工作，本质源于对这段婚姻的没有信心，一种直觉感的隐隐的不安。虽然2个人都3缄其口，但刘诗诗在婚姻中的损耗其实是可以预料到的。吴奇隆出生在台湾，台湾地区有很根深蒂固的以夫为天观念、思想传统，就连女明星都要对丈夫的错误无限包容。高圆圆的公公赵书海就曾说过，太太就是应该好好伺候她的。小 S 就不用说了，在台上是女王，但回到家就马上变得卑微又谨慎，生3胎，被家暴，为婚姻付出这么多，还从不敢喊一句苦。陈若仪嫁给不老男神林志颖，被网友羡慕追星成功，但一上综艺就会马上发现她在家里的地位连普通女性都不如。前段时间，黄子佼被爆出性骚扰，小他19岁的妻子孟耿如一边迅速原谅，一边独自面对媒体的围追堵截。刘诗诗虽然是内地女星，但丈夫在这样的文化中长大，她很难不被影响和波及。谁都不要低估环境的潜移默化。吴奇隆妈妈在大喜之日就在记者面前愧疚哭诉，原因没有给到吴奇隆前妻马雅舒一个这样的婚礼。刘诗诗粉丝，刘诗诗刚刚怀上孩子，婆婆就马上在记者面前宣布，之前外界说诗诗生不出来，给了她很大的压力。刘诗诗粉丝不懂就问，吴奇隆比刘诗诗老那么多，传这种无脑谣言的外界究竟是谁？2个人刚开始按照男方意愿把家安在台湾，刘诗诗在资源上梯度下滑严重，甚至直接停工。现在2人在上海买了房，但从吴奇隆的微博动态归属地经常在台湾和上海之间横跳来看，大 S 和汪小菲婚姻的异地危机味道也并非无迹可寻。以及吴奇隆是娱乐圈出了名的被家庭拖累的明星，男伴樊胜美。
吴奇隆13岁就出来打工还债，哪怕迅速成为当红顶流，赚得盆满钵满，也还是31岁才还完债。但还完债不等于对原生家庭输血结束。根据媒体报道，吴奇隆的4套豪宅，只有1套是真正属于他和刘诗诗，而另外3套则分别给了吴奇隆的父母、哥哥和弟弟。吴奇隆还曾在综艺中透露，哥哥和弟弟虽然都已经结婚了，但是因为家里属他赚的更多，所以不论是买房子，还是供哥哥弟弟的5个小孩上学，都是由吴奇隆来出。之前所谓的天价彩礼，到今天众说纷纭，但确定的点是，刘诗诗当年是85小花中人气和口碑最旺的，她的身价远超这个数。在一系列硬伤中，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两个人人生的节奏没有同步。吴奇隆今年52岁了，婚后日渐没有事业心，基本就过上了云淡风轻的退休生活，日常是享受慢生活，接送儿子上下学。除此之外，就是到处旅行，打个一字马的卡，基本已经是老年人生活了。但刘诗诗基本迎来了她作为女演员最好的时代，容貌尚在，又多了阅历的韵味加持。最重要，这个大女主思潮横行的时代，但凡稍微努力一点，遍地都是她的红利。两个人严格说，不是一个成长环境的人，也不是一个时代的人。吴奇隆曾表示，希望把儿子捧在手心，这是典型老来的子的心态。而刘诗诗作为冷眼看时代变迁的年轻人，希望儿子接受正常的教育，体会挫败，自己慢慢成长。一南一北的文化差异，庞大的原生家庭供养，17岁的年龄跨越，物质的潜在枷锁，他们的分歧应该比我们想象的多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从头到尾，刘诗诗都不是真正的清冷，她只是隐藏了欲望和野心。25岁，刘诗诗断层拿下金鹰女神，比第2名唐嫣的票数多了100多万。同年，她凭借《步步惊心》拿下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观众票选最具人气女演员，以2亿票高票当选。被她打败的是《甄嬛传》里的孙俪。25岁就走到人生巅峰的女星，不可能没有事业心，深藏功与名的人，其实骨子里都坚韧无比。刘诗诗早期被称为失业，仅一个圈内称谓就可以读解她的性格底色。蔡依农当初和她签约时，遭到身边所有人的反对，但蔡依农最终力排众议，看中的就是刘诗诗身上的那股子倔强。其实她总让人觉得她和董洁有某一种相似性，看上去温柔婉约，其实天生反骨，胆子很大。小时候不喜欢洋娃娃，偏喜欢玩抓虫子。10岁离家住校，芭蕾舞一学就是10几年，排练房的灯从出晨亮至深夜，把杆上蒙着的汗水从来没有干过，舞鞋上刚补上的补丁又磨出了洞。刘诗诗说，学习舞蹈的女孩不知道什么是吃苦。当年拍《轩辕剑之天之痕》，刘诗诗整个人飞摔在了木头桌子上，桌下有一排钉子，但正在赶戏份的刘诗诗不以为然，说先不用管那个，就接着拍，又接着摔了好几次。一场打戏下来，往往是纱布全部粘在身上，湿了一层又一层。婚后，刘诗诗在家庭的束缚之下，依然选择要突破。黎明决战中饰演女特工，心理罪之城市之光中饰演一个破案侦查的痕迹学专家。如果可以这样爱中饰演离经叛道的主持人。直到《亲爱的自己》和《流金岁月》播出，刘诗诗才松了口气，歇了1年。这些年她的作品不算多，参考孩子的年龄，我们很清楚那是她摆平了太多状况换来的。2022年开始，刘诗诗开启了一边带娃一边上班模式。2023年的品牌活动逐渐满满当当，营业频繁。上个月在闷热的成都街头，刘诗诗穿冲锋衣现身太古里街头，满头大汗也没有脱掉外套，是真的敬业。剧作方面，她再次杀回古偶剧片场，2部待播剧《虎妖小红娘》主页篇《一念关山目测》质量都不错。刘诗诗今年才36岁，正是年富力强的黄金营业期。这些年，她为婚姻和事业天平引发的内耗，早就反馈在骨相和神态之间。从小练芭蕾舞的刘诗诗，并非人淡如菊，而是没有学过怎么叫苦。迎来今天的局面，一定是她一个人与生活反复过招，安安静静的经历了谷底的徘徊与自救。刘诗诗这2年的确凌厉了，但谁都不能踩着芭蕾鞋一辈子行走云端，感受更复杂的人性。解读无法全然是童话的生活，是每一个女孩的必经之路。无论怎样，希望她往下走的每一步都坚定无悔。所有故事都没有绝对 dust to dust 尘埃落定的那一刻，但在每一刻，我们都遇到了诚实的自己，没有辜负它就足够了。